他和一些异性老头一天出去喝酒吃饭啊，我这心情一天能好受吗？我有我自己的兴趣和爱好，我跳舞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可是他就是说的对我藏心眼儿，说是把工资全交给我了，实际上呢还是花我的退休金。所以说这样的日子我就不想过了，没有意思，这样就算了。我也不想跟他分手，但是以后我俩怎么相处我也不知道了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高先生59岁，来自黑龙江宝安，有请高先生，有请。女嘉宾张女士62岁，来自黑龙江退休，来有请张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今儿谁要来的？我要来爷，来干啥呀？那个我俩感情不和，解决不了，所以我要上这儿来让他们解决。哦，你们俩啥关系啊？男女朋友这个关系，男女朋友多久了？将近5年了。咋就不和了呢？那个我呢，现在也没退休，也要快退休了，在外头打工上一天一宿那什么。原先我俩好前呢，天天做饭，他呢现在也成天出去跟人家跳舞去，也不给我做饭。我这朋友跟我说呢，我这也挺挂不住脸的。我回来跟他沟通呢，也沟通不了。你是在乎没饭吃，还是在乎他跟别的老头跳舞？这个跳舞这事儿，别人跟我说了，我心里也挺不好受的。饭呢，我这是吃不着，来家呢，有些还有点凉的能吃着，或者凉的也不做，有时候我就得叫点外卖。你说这啊，行，解释解释吧。啊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24小时，就是上24小时，歇24小时。有的时候我做完了吧，他也不回来吃。你说现在这东西也挺贵的，做完了不吃不浪费了吗？所以说就是说以后我就不给他做了。你回来呢，你自己也能做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他上了24个小时吗？是，但是他有时候回来，有时候不回来，我也掌握不了时间。没办法，我就做不了。我要不回来，不也是单位人都是有事互相替一替了？等我有事人也替我呀，这事咋不理解呢？问问啊，您现在做保安是吧？对，这应该算是兼职吧？还是专职？单找的临时的也是。哦，在浴池看门前看车，都在下半夜睡觉，3点钟以后才是睡觉。能不能不干这事儿了？24小时多辛苦呀！这个不干，现在还得交退休钱，这有时候这个家庭条件也不允许，都还有互相的家里都有孩子，他也有一个小子，我家也有个小子。我还得交这个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，现在交这个还得1个月还得1000多。所以这个一定要有这份工作才行啊！这个工作很重要。对，这您不能理解吗？我不在乎钱，我不是说的因为钱，因为他吧把工资交给我，月开2000块钱都交给我，他太有心眼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他需要是1500左右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，每个月剩500块钱。那你说我自己退休，我也开2000多块钱。那他过去单位那工资呢，还没给是吧？要等退休才有。对，等于1个月给我500块钱。所以说我觉得吧，就是日子过得也挺累的，也挺辛苦的。不能说你挣的多，我挣的少了。等说我要退休了的话，这钱都给你，不是也就是宽敞了？再说我也快要退休了，还有1年多。1年了就退休了。现在吧，就有些家庭琐事，就是因为给孩子买条裤子因为我孩子吧，30多岁了，一直在奶奶家住，大了，我寻给孩子买条裤子，买条像样点的。完了可能我就忽略了他家孩子感情呗，我就给他买的就是一般的。完说孩子回来就跟他告状，他就因为这个就跟我俩不依不饶的，就是说。您孩子多大了？今年孩子36岁。不独立成家了吗？没有，也是在外面打工。还没成家。那你们生活在一起吗？我孩子不跟我在一起，跟奶奶在一起。那你说买这裤子的事儿，一说我就更生气了。那你给你家孩子买好的，为啥给我家买的次的呢？孩子跟我说，你说我当父亲我咋说呀？您家孩子多大了？我家孩子也20多岁了都。独立了吗？还没独立呢。孩子跟我一说，我也挺生气的。完了我就跟他沟通也沟通不了，我俩，因为我这事闹得相当厉害了，后边都分开住了也是。分开啊？对，他就回家了也是的。那等于现在住您那儿？
原先在我家住那儿，后来分开了以后，我就是分开了以后，我就把孩子放到我妈那儿了。我就是为了勾起感情，我就回去了，就跟他就哄哄他呗，连带那什么的。但是一直也沟通不了啊，总是就是对我也是也不好，也是那什么。那你现在住哪儿啊？现在我在他那住呢，也是我这又去了，这我后边他回家了，我就跟着去了，后边我就。你跟人去人家家住了？啊，对。哦。后边一吵呢，他总撵我，一整天撵。你说我这不是大的人，一整年我不要在他家住，一整年我就不要在他家住。我这是哎呀，过快5年了，你说感情还是挺好的。为什么要撵您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家这些事儿嘛，又买裤子乱码，这家庭那些事儿，我就哄着也哄不好，也是也。除了爱跳舞，他还喜欢什么呀？别的喝酒，哎呀，跟一些老头总出去喝酒去也是，哎呀，别人跟我说呢，我也受不了，说也说不，他也不听。哦，都跟一些老头是吧？谁都有朋友，就并不一定就都是老头啊。他说的老头，他就强词夺理呗，就说的别人说的啊，你跟什么老头的。那别人告诉我，这人还能撒谎吗？你说？哦，等于你们家现在他天天吃醋是吧？家庭地位不稳固是吧？您天天在外头跟老头跳舞，就是朋友，跟姐们和老头喝酒，是这意思吧？就是说啊，朋友在一起，这是最关键的事儿吧？这个也挺主要，但是就平常总吵，俩人沟通或者沟通不事儿一多就沟通不了了，说也说也不听，俩人就是成天的记个也是。你说我挣的钱呢，我都交给他，我也不留，我怕他有啥想法啥的。但是就是挣的少点，但你现在都是这样啊，打工都是2000左右块钱。您退休之后大概多少钱啊？估计能有3000左右块钱吧。哦，还有1年，还有1年，对。我寻思熬到1年了以后，我俩这生活不挺好的？你说的。提过结婚吗？那个他提过好几次了，谁提过？我提过。他要非得您提过结婚？对，我提过跟他登记啊。完了，他就是始终就是不答应，就是说。我这现在我家孩子也这个现在也大了，快要结婚了。我就结完婚，再这1年，我这将着这1年打完工我就退休了。退休了，孩子也结婚，这不也好了吗？俩人就蹬着地在一起是不是过哈？他就等不迭了，成天吵啊，成天吵。不是为什么你们俩结婚要等你孩子结婚呢？我这现在这不压力也挺大嘛，孩子还没结婚呢，我们在外头还交这些钱，完了现在就总吵，我也不敢跟他登记太早了，我也得真的也还得那什么，但是毕竟反正还是有感情的，但我也得考虑考虑啊。怎么突然您现在就不想处了呢？听下来。因为啥？就是还是因为以前就是说的他打工的时候吧，有时候动不动就不回来。我一问他吧，他就说的那个替别人。有的时候我过去去看他，他不在呢。那有时候我下班，有时候我就上我妈那去看看。那是有老人，谁不得回去看看去呀？那你去看老人可以，你跟我打。你单位有时候不回来的，你说这人家我们这个两边倒，那边没有人，那这我就得替人家了呢。到时候我有时候人再替我。是不是大伙都是互相？那您这个大概1个月有多少天是待在家里的呀？上半个月，歇半个月呗。那歇的是不是都在家里待着呢？啊，那我都回来呀。你都回来吗？你有时候也不回来呀。有时候上我妈那去了以后，有时候朋友出去也有特情况了，喜事丧事了也得去啊。完了有时候就没告诉他，他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也是。不是你这个婚丧嫁娶的事儿，您去你也不至于不回家呀。去了就回去就晚了，回去啥的就也是跟朋友在一起，有时候也吃饭啥的。所以您并不是在意他是不是挣钱挣得多，而是觉得他这个经常不回家，是这意思吗？所以说就因为这个，他不回家这个频率有多少？每个月都得有个5、6天吧。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想过的呀？我从1年多吧。有1年多了。对。最后问你一句啊，真是要熬出头，还有1年。退休了，拿退休金了。批丘比特问卷。周老师，我觉得首先看2个人站在
大哥知道为什么回家？这老头说的好，来，上场。你没发现，你从上场之后，大姐压根没正眼瞧过你，就一直是眼睛盯着地上，只有曲伟说话的时候，她开心的笑了。我这样说不是说大姐说心花怒放啊，其实从大姐的价值观和审美当中是挺看不上大哥的。尤其这些年来越来越看不上，这其中是有很多多方面的原因。一方面是约束你，
一方面在经济上不肯分担，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对你非常的挑剔。原本想着找个老伴儿，在晚年生活当中可以更自由自在地分享乐趣，但是其实过得越来越没劲。老了是要轻松的时候，但却因为碰上一个小心眼的男人，导致到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拘束，总感觉有一个人在缠着。难道老了我还越过越回去了？我要寻求一种自由。但是大姐内心的这种苦楚和心态的变化，大哥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这大概是大姐最伤神的。如果你能够体会到这种约束，能够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心理变化，你会做出相应的改变。但是你没有，你反而一直坚持己见。不说老了以后是抓住青春的尾巴，但多多少少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没有任何负担，没有任何烦忧和约束，能够自由畅快地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。因为孩子也已经长大，自己也没有必要在满腹压力地度过生命的最后的光景。但是你的到来没有加重他的快乐，反而加重了他的忧伤。所以大姐从上场到现在为止一直是看着地板，压根不愿意正眼瞧你一眼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俩还是分了。我觉得他一个人比跟你在一起要自在得多。大姐，祝你幸福。落泪了，为什么呢？太伤感了，因为我就不想再继续走下去了。我有很多话想说，也说不出来。好，明白了。他说比较伤感，有很多话都说不出来。这个好好检讨检讨吧，最后这2滴眼泪，至少知道今天大姐给你留了很多的面子，对吧？留面子没留啊？留了，留了太多的面子了吧？那你是不是也能给大姐留个面子呢？大姐一直说了一个其实比较关键的，为什么懒得说话，不愿意去说话？就是你听那个去网吧，没听错，说是去看老妈，也许真的就去了网吧。听明白了吗？因为大姐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大姐其实一直是留着面子说。她说我去加班，她说我去单位看过你啊，你也不在呀，是你说的吧？听明白了吗？这次明白了吧？聪明的曲总，你听的是对的啊。所以大哥啊，去了网吧就去了网吧，别非说看了老妈没意思，啊，人实实在在的跟你过了4、5年，你拿这个东西跟人打岔，有意思吗？行吧，大姐，事儿就这么个事儿，老师也帮你分析了。周老师不是说了吗？好好的享受自己的老年生活，他支持你，他跟你一起跳舞去，是这意思吧，周老师？好了，咱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亲爱的，再给我次机会吧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我都不相信你了。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等我就马上就要退休了，那个咱俩以后退休了出去旅游去，上哪儿啊？不挺好的？也没有孩子，孩子都大了。你说这话能做到吗？能做到，一定做到。那你再给我一段时间，我得考虑考虑。这就没话了，来亮灯吧。啊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啊，谢谢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虽然相遇和雨，我们一起随着你
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，有请。好好生活啊！重复当时那条街。